今天吗？对不对？今天几点？亲爱的大家，我现在要来开箱侯春元的工作室。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工作室，这也是台湾非常专业的版画工作室。这边是印刷。来到了新北市最专业的版画工作室，文质彬彬的黄春元，真的是如此的文青，如此的有梦想。他非常的认真，我们都很仔细的听他的介绍哦。壁式印刷机是刮刀嘛？这样子刷过去，这个板子放上去之后用这样。那时候我们已经是用定做的方式了。这台是定做的，很大嘞，比较这种小的这种。夹在这边，这一般学校会用到的这种。这样，量产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个，它这个更大台。刮刀是电动的，它的力道会控制的更平均，量比较大。我们100多张嘛，正式量产就在这边的。就刚刚好生病。对对对，就是哪里不好。哎呀，真是没有办法，人到中年总是要做骨肌修复嘛，骨头跟肌肉的修复啊。中药有身体这样。对，还有自律神经啊，对身体。高血压。真的假的？真的是。也是美术领域嘛。对啊，所以版画应该是蛮熟悉的。我是做过，我没有很熟悉啦。原来这个是晒图的地方。这就是板，因为上一套刚印完，我把它全部都洗掉了。准备要做下一套，那个绢框可能你比较有印象的会类似这种，一般学校在用的。有这么大的洗手槽吗？在这里是不是？好惊人哦！就是制板机，因为这个是烤箱，这是烤箱，这个是烤箱。对，第一次看到，就是你烤箱是感光乳剂要烤干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边用水，最后这样就做到板子上面。哇！所以前面那张就是底片。是底片的概念这样子。我们大概前10色印完之后，就会正式开始，然后前面中间你就要多抓一些来边印边试这样。了解。要不然不能一直重来，因为重来的话，你前面的那个意大利的版画，这是纸张区，上面其实都是先买好。因为这是量蛮大。了解，就像我们先买好一堆画布一样，还有颜料这样子备用。这就是底片。对。树叶这边已经印完，我给你们看，你到前面。现在来开箱，天啊！猜这是谁的作品？可是40个板就要做，猜这里面的绿色有几个？意想不到。40张片，然后还有一些是。你有时候实验会淘汰掉一些，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不是你要的，就这个就淘汰掉。还要淘汰的，那就是底片。对，就是底片。先做底片，对，底片才能在后面显影。对，底片嘛，显影，然后之后才开始做实验的。底片，然后再显影做成板，然后再比方说板做出来之后，你的这些颜色你要去调成你要的那个颜色。都是人要调的。对，这个可能。绿就有20几种绿，每一种都要刷一刀。我中间如果觉得不够的地方，你可能要再加。这样，因为他没看过原作，那就有好几个版本。对。亮拉哥提供的颜色会是最符合当时画出来的那个感觉。所以像包括这种笔触啊、海浪的这个感觉，其实如果细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它是层一层印刷上去的。对，真的很不一样。跟那个数位微分的那个差，对差，因为它数位微分是一次出来，那这个是用那个颜色堆叠，而且很丰富，还是可以感觉到它，对，它那个调子跟肌理，然后包括签名的，对，签名是另外的。你就40个板，印一次要等它干，就比方说我们可能会印100多张再去淘汰，那你这个板就要放在100多张都印完之后，再印下一点颜色。100多张，就叠上去，所以它印起来像这边是那个树，只能印3个颜色最多，就是因为它要等干，然后一些过程这样子，中间的那个过程。正式印出来的。那感觉那个底色的那个，就是我们那个麻布，好像都把它印出来。就是它的刷。对，那个刷痕算是比较少的。这个算是少的。那有这3张是最少。目前做的这3张里面的颜色最少。就是说一个颜色是那个底片是怎样？是一个颜色一个底片，还是那就30几张底片？对啊，然后每一个板就是
每个版有一个。那请问一下，那个顺序然后有对，你们都有一个顺序嘛？就是谁先做这样子。对，顺序要实验的。当初你就跟我说要2-3年之后验收，为什么要这么久？没有，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两年跑不掉。他说怎么可能？因为你有做过就知道。学姐们有多少人做版画？做版画蛮多的，但是工作室的话比较多的是往教学的方向，教学型的。做艺术家的部分比较少。那你也有在创作啊，对不对？我有在创作，对呀，但是比较斜杠在创作，主业还是要做，主业是要做工坊，这已经做出一个很大名气了。刚开始定位的时候，你有这样想？也有想过教学，因为其实日本有蛮多的工坊专门在做这个。那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遇过一些来台湾开研习的这些老师，他们带他们的作品，那你就会蛮向往这种职业，所以就觉得在台湾可以试试看这样。但是那时候在台湾没有什么太多的案例，对，就是以专门跟艺术家合作或者是做作品这个方向的印刷公司这样。哇，对，所以以前我看我阿公在画的时候，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年纪大，所以他都是在画手的，我都觉得他不会画。对，听他这样不是。请原谅这个不懂事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阿公是个大画家，只怪当时年纪小。后来看到一个升小学的新生，说你的阿公会画画，对，而且内心会觉得我来画会比他好看，对。但后来好像又就是他晚期比较具象的一张，比较写实的。对，他通常印的时候是不是浅色的先？深色的后，没有，像这张是从黑色开始哦，真的、哦，从深色，我觉得跟油画有点像，对，稍微也会去打底这样这样堆叠，一般人对，像我是不懂的，就会想说应该是先，像这张也是从黑色开始印，对，它有点像是把油画的过程还原这样，就是大概会照它的那个布局。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我阿公在画这个时候，他事实上他在画。应该也是从放大那个照片的笔触去看它，有一些像这个绿色是压在黑色上的，这比较明显，所以可能就从这来判断说它大致的次序是什么。当然没有办法一模一样，对，但是你就大概会知道说它大概一开始那个构图的布局应该是从黑色开始。所以你分色之外，你也要去想到这个次序，然后去模仿。一开始这个颜色大概预计就是会从橄榄绿开始，然后慢慢再把这个白叠上去吧。那我请教你一下，数位版画，那数位版画到底跟你这个版画，他讲的数位版画应该这样讲，数位跟版画版是分开的。数位微分，那应该算是印刷科技的发展。那个印表机印的，对。它示意出来说它的那个画面怎么样演进过来的。你可不可以点试试照？这是会比较仔细看，对，你观察看看，这是完全没有，我发现。等一下会来喝茶哦。这个是白嘉莉的作品，那它做起来好漂亮。来到这边又颠覆了我的想象，原来水彩作品也可以翻制成版画。版画的方式复刻的。应该说，喝茶时间，林老师上课帮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问题。就是它可以包含了印刷这件事情，可是台湾的这个版画 print 这个字，它把它比较版画这个字，它限定的比较是艺术性，手的力量，人应该说人参与的这一块是你有人的这个部分的劳力在里面产生的这一件作一个载体，然后透过这些版来创作或者是来制作成一件作品。那所谓微喷的话就少了这个版的部分，微喷它就是因为商品需求的关系把版画版过来，就是发明了数位版画这个词。你要用这么多版来制作，这个门槛技术性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断层。确实就是要投资这么长的时间跟能力下去做一套作品。以绢版来看，它不行，它不能说我下一张我就印一张，因为它有好多层，像40几层，对，所以你一次印出来，你就是
2个月50张在这边。因为板一开始就讲究要限量，所以你限量的过程就是我要多少张我就一次性，等于说你做完之后，像我们板就洗掉，你不可能再制。但是如果是微喷的话，你只要档案在，对，你可以再继续出。对，所以我是觉得那个是限量50张好了，我今天就算不卖50张，我只卖10张，微喷顶多就喷10张就好，它没有后续的这些成本压力在。但绢板，因为你一次一定要50张印出，对，所以你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做这种赔钱，但是用微喷的方式，越来越多人想要采用，因为它很快。这个版画的起源是吧？对，多久以前？我们现在保存的最早的印刷品是唐朝了，对，但现在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好像什么？对，它的那个故意的。如果说以考古去挖到，因为最早的版画的概念就是印章。那在那个什么两河流域有挖到，那就是在西元前2-3千年就有。所以它的媒材有，其实也是常常遇到有很多无奈的事，例如送给他说，你不要送我版画啦，你送我洗衣机，1000块的定金就不要了。也习惯在看待人生了，要练习。最后，在非常欢乐的气氛之下，我们结束了探访廖继春的版画制作过程，才知道一切是多么的不容易跟辛苦啊！难怪真正的实打实做的版画价格这么的高，原来是要付出非常长的时间，才有如此精致的结果啊！好啦，那我们下一次见哦！希望有机会能够探访更多的地方来跟大家分享。